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目前最担忧的反舰武器已经不再是东风26，中国新型的东风导弹远比东风26更加致命。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东风 21D 与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是我们中国火箭军手中绝对的神兵利器，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反舰打击效率最强的导弹，没有之一。与常规反舰导弹相比，东风 21D 与东风26最大的特点在于其走弹道导弹攻击模式的特殊高抛弹道，并非是超低空突防攻击敌舰，而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掌法。弹头战斗部在极快的重力加速度加持下径直砸向敌舰，末端俯冲速度甚至可以临近达到10马赫，这是目前所有的对空防御武器都难以拦截的性能。加之两款导弹还拥有弹道导弹本身的高射程属性，尤其是东风26的有效射程预估可达4000公里，极大地超出了美军航母的极限作战半径。这就令美国海军最为仰仗的航母处在一种敢靠近就会挨打的状态。如若是战时，则时刻处在被毁灭的危险下，令美国海军对此颇为担忧。但一则新传来的消息表明，美国海军目前最担忧的反舰武器已经不再是东风26，中国新型的东风导弹远比东风26更加致命。据美国海军学会报道，美国弹道防御局局长希尔日前在出席参加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时，向外界公开确认了此前非常被关注的一则消息。希尔称，中俄两国目前都有已经现役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还有更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尚在研制，这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极大的威胁。美国海军的多个航母战斗群将会在全球各地同时遭遇到危机。在详细说明内容中，希尔进一步举例，称俄罗斯目前已经至少装备了3种现役高超音速导弹，譬如俄罗斯海军的锆10舰载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既可以被装载到水面舰艇上，使用垂发单元进行发射，同时还有潜射版本可以装载进俄罗斯海军的各型号核潜艇内，不必使用战略核潜艇，普通的攻击型核潜艇就能携带至少10几枚这样的导弹，并且可以搭载核战斗部，最大速度达到10马赫，有效射程达到1000公里，对美国海军的航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举例说明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后，希尔重点强调了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火箭军现役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希尔声称，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与俄制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中国导弹的技术更先进，性能更强大，对美军航母造成的威胁自然也更大。更加强大的性能具体表现在东风17具备多重可变轨能力和不可预测的手动指令控制能力上，加之其本身就拥有的高达10马赫以上的超高飞行速度，这就使得美国海军宙斯盾驱逐舰及其配套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形同虚设。与传统的反舰导弹，甚至是东风26这一类的反舰弹道导弹完全不同，东风17导弹的弹头战斗部采用了非常特殊的设计，不但走的是打水漂式的弹道，而且弹头战斗部可以接收2次的人工指令制导控制，这等同于是人在回路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任选一条攻击弹道。与此同时，东风17还拥有着高超音速导弹最大的优点，无可匹敌的速度优势，飘忽不定的攻击弹道再加上唯快不破的速度，早在之前就已经有美国军事专家宣称，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将会是美国海军新的梦魇，其具备洞穿美国海军现役阶段舰队防空网的能力。在此之前，美国海军还从未对这一类的说法进行过回应，但这一次来自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尔的表态，等同于直接承认了东风17超出了目前美国海军的防御极限。就美军的官方表态而言，这还是尚属首次。
事实上，美国海军一直在就如何应对高超音速导弹的问题积极寻找对策。在5月底最新提交的美军2022年军费开支预算案中，并未包含有之前被特朗普取消的激光反导防御武器项目拨款。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没有复活这一曾被美军高度看好，认为可以有效防御高超音速导弹的武器项目。这一消息甚至还引发了美国政界的一场小地震。在众议院颇具声望和发言权的美国民主党议员詹姆斯·朗之万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取消这一武器项目，声称如果让之前付出在这一武器项目上的努力付之东流，那这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是对美国军人生命的不负责任，因为并未有任何实际可用的新式武器被交付到军人手中。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统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仍然未有任何想要复活激光反导防御武器的意思。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还会继续沿用目前的现有反导防御体系，依旧无法有效应对东风17这一类的高超音速导弹。类似的问题还会继续长期困扰美国海军，直到新概念的武器正式列装为止，但具体是多久以后则无人知晓。